朱常富，草民在。当初截留梅念轩的文稿，将文稿交予朱善仲，以便认识他的笔迹究竟是谁的主意。回报大人，都是老朝奉张丰毅的主意。张丰毅，他所说的，你可承认？草民承认。朱善仲，下官在。你又将那文稿交予了何人？回报大人，下官迫于无奈。何谓迫于无奈？礼部尚书谢展云在遗书之中，已然说得十分清楚明白。来到本府公堂之上，你还想推脱诿过不成？下官并非推诿，只是受命于嘉悦，就是礼部尚书谢大人。岂有此理！谢大人畏罪自裁，全案昭然若揭，你却仍想巧言抵赖，不肯认罪服罪。来人呐！在。摘掉他的乌纱帽，除去他的滚云袍。是。这包大人，包大人，本府奉旨，全审理此案，摘你官帽，除你官袍，罢你县令之职。如今你已是不依百姓之身，在本府堂前自当以堂规见礼，还不跪下！你们都给本府听清楚了，科举一事，乃天下读书学子10年寒窗，铁砚磨穿，以求出人头地、显宗耀祖之途，也是国家朝廷举贤能、擢俊秀之伦才大典，其宏观伟业，可谓庄严神圣。而今居然有人竟为了一己之私，灼伤朝廷殷切之良法美意，其心可鄙，其心当诛。本府之言，你们可都听明白了？都明白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既然明白了，当下听判。朱常富，你受人怂恿，不明是非，不分黑白，借亲情之便，勾结当道，开当铺以盘剥穷人，放高利压榨百姓。论其根由，虽未必当诛；论其罪行，却于法难容。如今你有病在身，本府自会为你严医整治。然而与此同时，本府依法判你10年徒刑，且将你名下半数财产借没充公，以为济贫之用。你可服罪？草民服罪，叩谢包大人。张丰毅，草民在。你身为朝奉，却敛东家之财，饱私人之囊，勾结东家之妻，行通奸之实，更怂恿东家压榨百姓，进而意图毒害东家，谋夺家产。如此行径，于法难容。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斩刑，秋后公决。包大人，草民罪不至死啊！胡说！你这个伪君子，根本是死有余辜。白玉堂，公堂之上不得造次，否则依法论罪。是。草民一时冲动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朱善仲，下官在。你官服已去，官职已无，如何自称？草民在。
你原本是朝廷之俸禄，因百里之寄托，直思民目，父母地方，理当爱民恤民，于民生养，而你却贪污渎职，克扣赈粮，任由百姓匮乏樵夫，却视若无睹。更有甚者，为求仕途幸进，竟然媚上欺下，勾结串通，谋私利于自身，无弊端于科长。如此行径，于情不合，于理不通，于法更是死罪难逃。包大人，下官草民有下情上报啊！住口！不过是些推诿之词，多言何益？来人呐！在，将朱善仲押入大牢，待本府上奏朝廷之后，择日行刑。是。包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包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！梅念轩，万生在。明日早朝之后，随本府进宫面圣。皇上另有旨意。梅念轩，草民在。抬起头来，朕要仔细看看你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！若不是白玉堂，朕差点就少了你这样一位天子门生，这可是天大的遗珠之憾呐！朕虽然不敢说你有太白之灵思，子建之节才，但朕相信，你若为官，必定是国之栋梁。草民叩谢皇上天谕褒奖，如今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。你要朝廷如何补偿于你？补偿二字，草民万万不敢。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？皇上圣明，朝廷已还草民公道，草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说得好，朕为你的事情，昨夜一宿没睡，借古人的句子做了一首诗，送给你作为贺礼，你可愿听听？皇上恩典乃是草民之福，你历经磨难，才有今天。朕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见云。几度关山披荆棘，最是难写晚来春。你觉得如何？皇上睿智如海，草民万万不及。朕另有恩诏，梅念轩听旨，草民尽尽皆知。京师大考，无论是否曾有弊端，都已经定案。以朕的看法，以你之才情，朕补封你为恩旨探花郎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恩典，山高海深，草民感恩。惶恐之至，唯有戮力以赴，将此生奉献于朝廷百姓。好，说得好。包拯、八贤王，臣在。你二人觉得如何？军国大位，为人为甚。皇上人心甚怀，则辟天下苍生。臣为皇上贺，为天下苍生百姓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太好了！行，不容易啊！又上了。不容易啊，不难有福气啊！
第次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见过袁老先生和夫人。好说好说。既无御赐，也无品的带刀护卫锦毛鼠白玉堂，见过袁老先生和夫人。不敢不敢，老朽可不敢当啊。展昭奉旨，全充兵员，要为恩旨探花郎梅念轩向袁傲冰姑娘求亲，但请允准。此时此刻，不准也得准了。就拿这个吧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命令你出去！
皇上啊！你可确定，他就是白玉堂？回皇上，张小队长以身家性命担保，他之所见正是白玉堂。谢皇上。凡是遇到白玉堂的人，都要遭他折断颈椎，割掉喉管，开膛破肚而死于非命。本王也并不是一口咬定是白玉堂所为啊。可是皇上，小女是认得白玉堂的，这血一般的证据，正是小女临终所留啊！包拯，臣在。朕并非不了解白玉堂的行径，他这人一向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乃邢大人做大事之风格。即便展昭是朕的右手，然而白玉堂始终不能成为朕的左手，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痛。可是，这眼前的事实，你亲眼看到了，也亲耳听到了。既然铁证如山，证据确凿，还不速速将白玉堂捉拿归案，问个清楚？臣遵旨。还有，为了不使军心涣散，以及顾全宫中的体面，此事切记不可张扬，只能暗中行事。臣遵旨。展护卫，你的看法如何？回大人，白玉堂这人最重情，也讲义。虽然他把法之一字放在最后，但是他绝不是罔顾国法之人。因此，其一而言，属下绝对不认为他会抢劫国库饷银，杀害护饷官兵。其次，白玉堂仗义江湖，快意恩仇，而且嫉恶如仇。虽然他自命风流倜傥，却仅指孤芳自赏，绝不是好色之徒。若说他奸杀小公主，那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属下也绝不相信是他所为。公孙先生以为如何？学生的看法与展护卫一样，此人一定不是真的白玉堂，而是一个西贝货，假的。因为这两个案子都给人留下了难以理解的破绽。什么破绽？国库饷银如果真的是白玉堂所劫，凭他的深谋远虑和办事作风，他定会斩尽杀绝，不留活口。怎么会恰巧留下一个可以指证他的活口呢？这是第一个破绽。那小公主真是白玉堂所奸杀，以他的功力跟身手，怎么能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公主活生生地写下她的名字，留作她犯案的证据呢？这是第二个破绽。公孙先生所言极是。
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盲点，让学生百思不得其解。公孙先生此话怎讲？国库饷银，雨中被劫，天黑已大，视线模糊不清。唯一留下活口的张小队长，有可能认错了白玉堂，而赵王爷府中灯火通明，那凶手与小公主贴身相遇，那小公主是认识白玉堂的。这么近的距离，难道小公主她也会认错了人吗？这的确难以解释。还有，此人处心积虑设陷白玉堂，表示截止目前为止，他还掌握不了白玉堂的行踪。据学生推断，他是想借官府之力，逼白玉堂出面。这确实有可能。学生相信，此人也正在积极寻找白玉堂。让学生担心的是，万一他抢先一步找到白玉堂，而白玉堂不查，那白玉堂就会遭到杀身大祸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战护问，先找到白玉堂才是当务之急。不过，却必须依照圣上的旨意，此事只可暗中进行，不得声张。是。谁？白玉堂，久违了。展昭，别来无恙。想必你不是偶然经过开封府的吧？本来是偶然经过，不过这一次却成为专程造访。这一点，白玉堂也始料不及。此话怎讲？展昭，我白玉堂一生笑傲江湖，随遇而安，从来都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对吗？这一点，展某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可是，现在有人犯了我白玉堂将不再装聋作哑，要自己出来做一个了断，行吗？有人犯你，是谁？展昭，你再否认，就是侮辱我白玉堂的智慧。问题是，这件事经过朝廷刻意封锁，这个消息从来没有传出去啊。展昭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。我白玉堂知道这件事，自有我白玉堂的渠道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怎样的秘密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秘密？什么是秘密？我白玉堂告诉我，事情没有发生过，或者是没有人做过，都是秘密。事情一旦发生，或是有人做过，那将不再是秘密。这一点，你明白吗？你究竟想跟展某说什么事？展昭，这一次我引你出来，只想告诉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？
请你置身事外。这件事事关我白玉堂的部分，由我自己解决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你个人的恩怨，牵扯朝廷。既然牵扯朝廷，我展某就不能不闻不问，置身事外。展昭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言尽于此。白玉堂告辞。慢着，展昭，你知道，我白玉堂的原则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难道你想放我不成？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们各不相干。白玉堂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。哼，牵一发的是我白玉堂，动全身的也是我白玉堂。问题是，抢劫饷、杀戮官兵，以及奸杀小公主的种种证据对你不利。展昭，你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白玉堂所为吗？展某不信，公孙先生不信，包大人不信。这个答复你可满意吗？虽不满意，但可接受。对方之人如此不择手段地栽赃于你，可见他居心叵测，无比狠毒。我白玉堂并不在意，可是我展某在意。啊！对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设计于，就是想逼你出面。如果你能忍辱负重，坚持不出面的话，对方绝对暴跳如雷，却无可奈何。但如果你沉不住气，贸然行事的话，你就会落入对方的计算之中。展昭啊，你以为我白玉堂是脓包一个，如此不堪一击吗？正所谓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可曾想过，你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？哼，我承认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我也承认，我在明处，他在暗处。就算他不是等闲之辈，我白玉堂也绝非省油的灯。话不投机，忠言逆耳。为什么展某简单的一句话，你始终听不进去呢？因为你是展昭，我是白玉堂。白玉堂，展某一生之中，有没有相求于你？从未有过。那好，展某今天有一事相求。说。隔壁杨柳县有间松柏客栈，请你候我3日。3日之后，如果展某没有追查到任何凶手的线索，你大可以用自己的行事方式行事，展某绝不拦阻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展某相求，你肯答应吗？3日，正是。那白某就恭候3日。多谢。还有3天。
战排队长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心智都快分开了，心里的这个分明不是白玉堂，可眼里看到的明明就是白玉堂。一天过去了，还有2天，我白某就再等你2天。谁呀？白大爷，有您的一封信。信，送进来。是。白大爷，您的信。展昭，小的不打扰您休息，先下去了。给我好好的搜！这把刀是谁的？是我白某的。哦，你姓白？来人，把这个犯人带走。是慢点说。我犯了什么罪？哼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姓白的，我问你，昨天夜里你去了哪里？白某昨夜一步未出。可有人证？
没有人证。不过，我白玉堂养不愧天，俯不愧地。我说没出去，就是没出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你是锦毛鼠白玉堂？我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正是金毛鼠白玉堂。哼，你要真是白玉堂，那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就都是御猫展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冒名顶替，再加你一头罪。好啊，差一点就被你蒙蔽过去了。姓白的，这个伙计就是人证，你还敢说你昨天夜里没有迈出房门一步？我白某讲的是实话，确实没有。这位大爷，小的说的都是实话呀。昨夜您出去的时候，您回来的时候，正巧都被小的看见了。您怎么撒谎说您没出去过呢？这位伙计，白某究竟什么地方曾经得罪过你，要让你如此含血喷人，信口开河？这位大爷，小的也只是实话实说啊。哼，你露了馅儿了。姓白的，我问你，你衣服上的血迹和这刀锋上的血迹是怎么来的？这你可不能说你不知情吧？这一点你猜对了，白某确实不知情。别耗费唇舌了，带走。是，起来，走，走。招还是不招？说。不招，白某就不相信你敢屈打成招。疼不疼？只要你喊疼，我马上就停。再给我打！啊，爽啊！哈哈哈哈！爽，爽！来人，大刑伺候。是。我就不信你是铁打的身子，看你招还是不招？爽！画押！爽啊！不画，为什么不画？没有做过，为什么要承认？如此办事糊涂，欺压乡民，荼毒百姓，草菅人命！白玉堂对天发誓，我白某侥幸逃过此劫，定将10倍偿还于你们！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老太爷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，你的一句话就可能葬送了这个人的身家性命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呐。县太爷，有关生命的事情，老汉不是不知深浅的。
老汉我亲眼所见，这个人他奸杀了我的儿媳妇儿啊！跟老汉就隔了一张窗户纸啊！我是老眼昏花，我也不会平白无故的陷害一个好人呐！县太爷，为民做主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人证物证、凶手凶器都齐全了。来呀，将此人打入死牢。是。大爷落宿吗？伙计，可有一位姓白的在这里落宿？大爷问的可是白玉堂。大爷，这原本是有的。什么原本是有的？此话怎么说？大爷，小的斗胆问一句，这白玉堂是您什么人啊？生死之交。大爷，别怪小的多嘴，您看走眼了。您交的这位掏心挖肺的朋友，您可是交错了。你这句话，若是给我的朋友听见，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未必见得。此话怎么说？大爷，您看，小的现在还不是活生生的站在这里吗？可是您的那位朋友现在已经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什么？他出了什么事？东窗事发，他已经被抓到县衙大牢里去了。胡说！小的没胡说。这位白大爷也太不小心了，他既然出去犯案，就应该擦干抹净，不留痕迹，怎会大意到把血一路滴回客栈呢？不仅如此，他的刀上染了血，衣服上也染了血，这不是明摆着此地无银300两吗？差爷们怎么可能会不抓他呢？他出去犯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哎，大爷，您怎么如此固执，想不透呢？哎呀，现在世事难料，变化无常啊！而且已经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事实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大爷您跟我走。好。大爷，这就是白玉堂住的房子，现在已经被封上了。白昼里，他人模狗样的，还像个好人，足不出户，只是在房间里喝闷酒。可是到了晚上啊，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对良家妇女先奸后杀，实在是可恶极了。呸！这些事可有证据？哎，人赃俱获，可不就是证据吗？这位姓白的客官落宿在本店的时候，都是小的亲自接待。他晚上出去犯案，白天回来休息，都是一一落在小的眼里。大爷，我看，依小的我说，从今天开始就甭再承认他是您的朋友了，以免受牵连的。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狂风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旧的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，强迫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又好报。
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